乐圈太吵了，我只想安静的演戏。这句话看似简单，却像一把锋利的刀，划开了当代娱乐工业的真实面貌。谭松韵的选择并不是逃避，而是一种清醒的自觉。在这个被资本、流量和算法驱动的时代，演员往往被迫成为内容生产机器，他们的生活、情绪甚至私密都被不断消费。而谭松韵却选择按下暂停键，把注意力从外界拉回自身。她明白，演员真正的价值不在于曝光频率，而在于角色的厚度与生命力。这种选择其实需要极大的勇气，因为安静意味着放弃短期利益，意味着可能被市场遗忘。但她偏偏反其道而行之，用时间去沉淀自己。她不急着证明什么，也不急着回应质疑，而是让作品慢慢替她说话。这种慢节奏在今天显得尤为稀缺，也因此更具吸引力。观众在她身上看到的是一种久违的纯粹，不是为了成为明星，而是为了成为演员。更重要的是，这种态度正在悄然改变观众的审美。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厌倦浮夸与炒作，转而欣赏那些安静打磨作品的人。而谭松韵正是这种转变中的代表人物。她不是站在喧嚣中心的人，却成为了让人安心的存在。在山海中，谭松韵完成了一次几乎脱胎换骨的转变。她饰演的方婉初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励志女主，而是一个带着泥土气息、被现实反复打磨的普通女性。为了贴近角色，她减重15公斤，这不仅是身体上的改变，更是一种心理上的重塑。她刻意压低声音，调整步伐，让整个人呈现出一种长期劳作后的疲惫感。真正打动观众的不只是外形变化，而是她对人物内心的精准把控。方婉初的成长并非一条顺畅的上升曲线，而是充满挫折、挣扎与自我怀疑。谭松韵在表演中加入了大量停顿和沉默，这些看似不起眼的细节，反而让角色更加真实。观众可以从她的眼神中看到不甘、恐惧与坚持，这种复杂情绪的交织，使角色具有强烈的感染力。她成功打破了观众对她甜美形象的固有认知。这种突破并不依赖夸张的表现，而是通过细腻的层次递进完成的。可以说，《山海》不仅是她的一部作品，更像是她对自我边界的一次挑战。她证明了一个演员真正的魅力在于不断重塑自己，而不是停留在安全区。在高度竞争的娱乐环境中，大多数演员都在努力被看见，但谭松韵却反其道而行，被称为消失的演员。这种消失其实是一种主动的自我保护机制。她减少曝光，并不是因为没有机会，而是因为她清楚，过度曝光会稀释演员的神秘感与角色的说服力。她不参与无意义的争议，不卷入复杂的人际博弈，也不通过炒作来维持热度。这样的选择让她在某种程度上慢了一步，但也让她走得更稳。观众对她的记忆不是来自八卦新闻，而是来自一个个鲜活的角色。这种以作品为中心的路径看似低调，却更持久。更有意思的是，她的消失反而形成了一种独特的吸引力。每当她带着新作品出现，观众都会产生一种久违的期待感。这种稀缺性让她的每一次亮相都更有分量。她用行动证明，演员不需要一直在舞台中央，只要在关键时刻发光，就足够耀眼。从《甄嬛传》中的纯儿，到《最好的我们》中的耿耿，谭松韵的成长轨迹清晰而稳健。她没有一夜成名的爆发，而是通过一个个角色慢慢积累口碑。她的表演风格一贯自然，没有明显的表演痕迹，这使得观众更容易带入角色。在《最好的我们》中，她成功塑造了一个普通却真实的高中生形象。这个角色之所以打动人，是因为她没有被过度美化。她的笑容、犹豫，甚至小小的自卑，都让观众感同身受。这种贴近生活的表演方式，让她迅速赢得了大量年轻观众的喜爱。随着时间推移，她并没有停留在舒适区，而是逐渐尝试更复杂的角色。她的成长不是跳跃式的，而是渐进式的。这种稳定的进步，使她的演技更加扎实，也让观众对她产生长期信任。她不是最耀眼的明星，但却是最让人放心的演员之一。每一个看似平静的人生背后，
往往都有难以言说的伤痛。谭松韵也不例外，网络暴力曾让她承受巨大压力，而母亲的突然离世更是她人生中最沉重的一击。那场交通事故不仅带走了她最亲近的人，也让她在短时间内失去了精神支柱。面对这样的打击，她没有选择公开宣泄，而是默默承受。更令人震撼的是，她将92万元赔偿金全部捐出。这一举动不仅体现了她的善良，也反映出她对生命意义的重新理解。她把个人的悲痛转化为对社会的回馈，这种选择需要极大的内心力量。经历这些之后，她的表演也发生了变化。她对情绪的理解更加深刻，对角色的把握更加细腻。痛苦没有击垮她，反而让她变得更加坚韧。观众在她的作品中能够感受到一种真实的情感重量，这种重量正是她人生经历的投射。在经历低谷后，谭松韵没有用言语回应，而是用作品证明自己。锦衣之下中的袁今夏机灵可爱，以家人之名中的李尖尖温暖坚韧，她不断拓展角色边界。她的回归不是高调宣告，而是悄然发生。观众在不知不觉中重新被她吸引。这种润物细无声的方式，比任何宣传都更有力量。她用稳定的输出告诉观众，真正的演员不会被一次挫折定义。更重要的是，她逐渐摆脱了少女标签，开始挑战更成熟的角色。这种转型并不激进，而是自然过渡。她让观众看到时间的痕迹，也看到成长的力量。这种真实的变化比刻意的突破更具说服力。谭松韵对表演的认真程度几乎达到了执念的程度。她不仅研究剧本，还会主动寻找角色的生活背景，甚至改变自己的生活方式来贴近人物。她相信，只有真正理解角色，才能自然地呈现出来。例如，为了某些角色，她会专门学习骑马或相关技能。这些准备工作虽然不会全部呈现在镜头上，但却能提升整体真实感。她在拍摄前会花大量时间进入角色状态，让自己在开机时已经成为那个人。这种方法使她的表演更加流畅自然。观众看到的不是技巧，而是一种真实发生的感觉。她用行动证明，好的表演不是表面的模仿，而是深入骨髓的理解。这种专业精神是她能够长期保持高水准的关键。在一次晚会中，谭松韵选择全开麦演唱，这一决定在当下显得格外大胆。在技术高度发达的今天，许多表演都经过精细修饰，而她却选择呈现最真实的一面。虽然并不完美，但却充满情感与诚意。这种真实让观众感到亲近。她没有刻意营造完美人设，而是接受自己的不完美。这种态度在娱乐圈中尤为难得。她也坦言自己有社交恐惧，因此拒绝参加《乘风破浪的姐姐》等综艺。她选择保护自己的节奏，而不是迎合市场。这样的坚持让她显得格外独立。观众从她身上看到一种力量，做真实的自己，远比成为别人期待的样子更重要。谭松韵的故事不只是一个演员的成长史，更是一种选择的体现。在喧嚣与压力之中，她始终坚持本心，用真实与努力赢得尊重。感谢观看。如果你喜欢这样的深度内容，请点赞支持。欢迎在评论区分享你的看法。别忘了订阅频道，获取更多精彩故事。